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相信上一次你们看了这台黑色的 FK7的影片过后，都很期待它的试驾影片，对不对？今天就是要来试驾这一台车。那这台车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台车卖多少钱？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一个制度，就是可以 import 外国的车进来，所谓的 recon 车，其实就是日本、UK 或者澳洲或者其他国家他们的二手车。我们就先讲日本的 recon 车啦。日本的 recon 车要怎样可以引进马来西亚呢？首先，那台车要在日本最少有1年的年份，超过1年才可以进来，超过5年就不能进来了。要1年过后5年以前的车才可以进来。这一台车是一个2018年的 Honda Civic FK7 在 UK 生产的 ，UK 生产的车运到日本去，再从日本当地用了过后变成二手车，运到马来西亚变成马来西亚的 recon 车，它的售价已经接近马来西亚的 Honda Civic FE 最新大改款 Civic 的价钱了。然后 Honda Civic FC 在日本同一期的产品就是 FK7， 当然还有 FK8啦。那本地的 FE 呢，最新大改款的 Civic 在日本是什么款式呢？依然是一个短尾车型，就是 Honda Civic FL1 或者 FL5 Type R， 但是 FL1 目前的价钱很高，大概在18万到20万左右，所以买这台既特别，价钱又 OK， 我是觉得不错的啦。所以现在我们就废话少说，先来上路试驾一下，看一下这台 Honda Civic FK7 走在路上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啊 ！Let's go。OK， 现在就是这一台 Honda Civic FK7 的试驾影片。那这台车呢，我们在刚刚做 reverse 的时候啊，就有看到这台车其实它没有360功能，很多日本车都没有360功能哦。所谓的日本车，不是我们本地买到的 Vios 啊这些啦，而是日本进口车，就连很多 Alphard、Wildfire 那些啊都没有360的功能。当然 ，Honda 在马来西亚你要买到有360功能的 Honda 是比较难啦，入门车型肯定是没有，都是给你一个 Lane Watch。日本进口的这一台 FK7 呢也是没有，它只有 reverse camera， 连 Lane Watch 都没有啊。但是这台车它有全系统的 ACC 自动跟车，就是 ADAS 啦，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这辆车开起来呢比较明显，可以感觉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 UK 组装的关系，或者它真正的日本进口车，我觉得它的隔音表现会比本地 CKD 的很多车款来得好。不懂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但是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在过一些黄线啊、过一些路墩啊、转弯的时候啊，它的隔音表现是明显的好于它的竞争对手的，甚至我觉得还比 FE 的好。这辆车因为它不是一个街跑，不是一个赛车，它不像 FK8， 所以驾起来它的驾驶体验就是一辆普通的 Civic， 没有什么特别，你不会感觉到180 horsepower 特别有力，没有。我相信是为了保护它的 CVT 压箱，所以动力方面还好罢了。反而之前我拍的那一台红色的 FK7， 因为是手动关系嘛，所以我们可以自己调整我们需要的档位，我们喜欢的档位，我们可以自己做到降档啊、升档，所以再开起来，我觉得那个动力会比这辆车来得更加好。CVT 就是这样咯，但是它的 CVT 比起我的 Vios 这个 CVT 真的是很 smooth， 比我的 Vios smooth 太多了。那这一点，如果你们有驾过 Honda 的 CVT， 可能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啦。相信它跟 FC 的 CVT 是同一颗来的，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啦。然后这一辆车呢，我们连了一个丁灯，这个丁灯是 Solar-Guard 的 LX 系列。其实我们坐在里面往外看出去是不会很暗的，可以看到很清澈。可是外面看进来会有一点点暗啦。这个就是 Solar-Guard LX 系列的厉害。想要连到 LX 系列，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找到它的联络方式还有地址，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什么款式适合你的车啦。OK， 这辆车我们试看，在这样子缓缓慢慢的前进红绿灯，它的 CVT 啊几乎是没有感受到 jacking。我的 Vios 有，这一辆车就很 smooth。当然，这辆车还具备了 ACC 自动跟车，我们可以在这边启动它的跟车功能，非常简单哦，只要按一下 Steering Wheel 这边的几颗按键，它就会跟着2条白线。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你要喝水啊，还是可能你要捡一下东西啊，你把手放开一下下，它还是会跟着2条白线行驶，它不会像我的 Vios 撞左撞右，撞左撞右，看到有线撞到线了才弹回来，看到有线才弹回来。它这个是直接真的是跟着线条行驶，我很喜欢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只仅限于 Highway， 在高速的时候它才会启动哦，慢速是不会启动这个 LKAS， 就是 Lane Keep
Keep Assist System 的这个功能哦。最主要这个功能只是让你们在开车的时候有一个辅助罢了，它并不是自动驾驶功能。OK， 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功能的用处。然后现在我们来体验一下它的加速。在体验加速之前，这边有一个咚咚咚咚，哇 ，Smooth 就是家庭车。那我们现在体验油门踏板踩深一点点，一脚油门下，1、2、3，地板油门。OK， 它的加速其实是快的，可是因为这辆车它的这个牙箱的调教是属于一个比较保护这个牙箱的类型，所以你一脚油门下去的时候，它不会有一个突然 engage 给你一个很大的动力，它是顺好像一个斜坡这样慢慢加速。可是这个斜坡在加速的这个过程中是快的。刚刚我们这样跑一下就已经130多，用很短的距离就可以加速到很快。当然你跟我讲你的 MyV 也可以加130多啦，甚至你的 MyV 可以加180，但是两者之间用多长的距离来达到那个速度是不一样的。这一台 Civic FK7， 刚才那个加速表现虽然没有贴背感，虽然没有爆冲，可是我觉得它的加速表现是一个合格的体验啦。然后这台车其实在车上还有很多细节，画面上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荧幕，可是这个东西我们不能用啊，因为是日本的地图，然后里面全部都是日文，没有办法使用，除非要把这个 player 换掉。这个 player 我接下来会换掉啦。然后冷气操控界面这些手感非常的好，那个声音啊很清脆啊。这个不是这辆车的钥匙啊，就是 RJF 的 Persona 的钥匙 ，FK7 的是长这个样子啦。这个是 FK7 的无线 keyless 的这个钥匙，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哦，看到这边有一个 Hold 字嘛，也就是讲这台车呢，你可以远程的先启动你的车，让你的车 engine 先 start， 冷气先冷，你才上车。相信很多人都看我的影片，然后也买了一些新车，或者你家里的车好像宝贝这样，你需要把它 keep 到美。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其实你车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是需要受到保护的，就是你车上的锁匙。那我就要为大家推荐一个非常 good job 的 Alcantara 皮革的锁匙套。这个是 Honda Civic FC 或者 FK 通用的锁匙套。当然不只有这一款车，还有各式各样的车款 ，Proton、Perodua、Honda、Toyota， 甚至一些大陆品牌车款都有推出这一个非常 good job 的 Alcantara 锁匙套啊。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墨绿色，但是它不仅有这一个墨绿色罢了，还有一个橘黄色，还有黑色。这个是真实 Alcantara 皮革。Erevo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没有错，就是一直推荐他们的 Sunshade 的品牌，他们的 Sunshade 真的 very good job。我的每一台车几乎都有使用 Erevo 的Sunshade。如果你们想要查看这个 Alcantara 锁匙套皮革吊饰的价钱的话，都可以点击我影片下方留言置顶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有一个 link， 按进去呢，你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锁匙套的价钱了啦。那么好康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然后这辆车呢，它的椅子的形状跟 FC 一样，所以其实我当时候在试驾 FC 的时候，我就有感受到这辆车的椅子包覆性其实不是很好，尤其是肩膀。你可以看到我的肩膀啊，已经是超出于这个椅子了，所以这台车是没有肩膀的 support 的。腰部的 support 呢，有一点点，它有一个小小的突出，好像 half bucket seat 这样子突出来一小小的，在转弯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辅助。大腿支撑也算还好罢了，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台车其实在日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买菜车罢了，它不是跑车来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要求到这辆车的椅子给你一个 bucket seat 啊，还是给你一个包覆性特别强的车，因为它还有一个 FK8 Type R。你要那样的效果，你就买 Type R。你只是要买菜，你只是要普通通勤使用这辆车，就是拿到这样的东西咯。然后这辆车还有很多小小的问题，就是毕竟它是一辆二手车嘛，所以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些杂声，在一些震动路段的时候会有一些杂声哦。但是 dashboard 这些还是很良心啊，给你一些薄薄的 soft touch material。然后我很喜欢这个 carbon fiber 的 design。这个假的车缝线看起来也是不错，整台车我觉得这个内饰啊还是非常好看的啦。这辆车是一个很难过时的车款，觉得很美，我自己很喜欢。OK， 然后我们现在走一些比较烂的路，体验一下日本调教的 suspension。因为我在日本有开过车了，日本的马路真的是会比马来西亚来的好啊。但是我去的一些区域是比较好啦，我不知道一些郊区地方是怎样。好像我们马来西亚大部分情况下遇到的路都是比较颠簸、比较烂。可是这一款是设计给日本
本公路上使用，专门调教给他们使用的车，在马来西亚驾起来，我觉得它的整个避震、整个避震的方式还算不错的，驾起来也是蛮舒适，不会很辛苦。它的转弯的时候会比较偏软一点点，有比较明显的 body roll。当你在转弯的时候，好像这种油灯，一旦有 body roll 的时候，肩膀这边就没有 support 到，这是一个缺点啦。那加速方面，这辆车1500cc 4缸涡轮增压引擎，虽然搭配的是一个 CVT。但是它还是可以打倒很多车啦。但是如果你遇到的对手是稍微有改了的 FC， 这台车应该还是不行，还是要改。那 Civic 的名言就是 Civic 不改不如填海嘛，对不对？那这辆 Civic 接下来会不会拿来改呢？会怎样改呢？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频道，继续关注这个 Civic 的系列。接下来还会为这辆车做很多的升级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录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